咱不磨叽，今天咱们直接开始啊，给你们来一段来一段玲珑塔玲珑啊，不闹了啊！来，咱们今天直接开始讲新闻了啊，就是什么新闻呢？哈马斯老铁们啊，咱们中东这块呢出了个大事儿，万万没想到，今天早上我一起来看新闻呢，我也吓了一跳。什么事儿呢？这两天咱们一直各大主播都在讲说啊，哈马斯啊、以色列啊、黎巴嫩呐、什么也门呐、胡塞呀、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我也讲过，对不对？但是兄弟们，万万没想到什么事儿呢？哈马斯发言人突然之间，家人们就宣布了，说同意了。有人说同意啥了？妈呀，同意停火了。之前你们记得吧？哈马斯那是坚决不同意停火的，对不对？说谈判的大门已经关上了，跟普大帝一样，是吧？但是现在呢，停了多长时间呢？说加沙要停火7天。有人说为什么停？兄弟们，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们记不记得前2天有一条新闻，加沙好多儿童已经得了叫脊什么灰什么脊柱炎啊，脊灰什么就是这什么玩意儿，有个问题，就是死亡率非常的高啊！老铁们，咱们不妨咱们就来看看第3梯队一开干，我告诉你，第一个是科技战，第二个就是生物战，知道吗？所以说为什么停火7天呢？哈马斯那边给的理由是我要给我这帮孩子们接种这个叫脊灰疫苗。当时这话说完，我告诉你，那美国呀啪啪鼓掌啊，嗷嗷喊呐，好啊，就成了说未来的3到5天巴以就会停火，说美国终于起作用了。那么家人们，问题来了，哈马斯怎么就突然接受停火了呢？真是因为这个疫苗吗？老铁们，你们觉得是的给我扣波1，不是给我扣波2。另外兄弟们，他是停火了，但是咱都知道呀，以色列可不是啊。以色列人说了，我打死得把老美拖下水呀，对不对？如果不下水，以色列我就废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会不会接受？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老铁们，如果说哈马斯停火，大家觉得说也许真是因为要疫苗吧，要不要影响下一代吧？但是兄弟们，你敢信吗？一直我们说色货我胡塞我野哥，老铁们一直说了吧，那是反美急先锋啊，那是牛一嘎子呀，对不对？但是兄弟们，现在就在今天，也门胡塞武装突然之间也宣布了什么事儿呢？说同意红海进入到暂时休战状态。怎么个意思？也门胡塞武装也停了，而且还说了，说允许美英的船进到红海。这在以前从去年的10月7号到现在可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这到底什么情况？难道红海这边怎么的也要放弃抵抗了吗？对不对？也门为啥突然间宣布红海休战呢？这是第二个话题，老铁们啊。那么第3个话题还是跟中东有关，这俩哥们儿休息了，一个是谁呀？也门，一个是谁呀？哈马斯。但是老铁们，你猜咋着了？我说的，我每天晚上都讲的，我说第1梯队、第2梯队、第3梯队，第3梯队咱都知道啊，咱都知道是谁吧？第1梯队哈马斯已经休息了，第2梯队谁呀？黎巴嫩真主党打完之后人说了，我休一会儿啊，我不打了。第3梯队咱们也说了，一定是伊拉克，因为离得近嘛，对不对？因为有战斗经验嘛。所以说今天兄弟们，真照咱说的来了，感谢小兵啊！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家人们越战越勇，先是对以色列发起叮当456多次无人机袭击，紧接着老铁们直接派特工炸了美军刚部署在中东的叫 B1B 轰炸机。兄弟们，那么问题来了，俩兄弟都同意停火了，此时此刻怎么3弟出来了呢？怎么伊拉克反美武装越打越狠了呢？真照咱话来的吗？第4个话题。这第5个话题是什么呢？还是跟中东有关。有说啥事儿？老铁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咋的了呢？为了 F-35战斗机再次闹事儿。我就说了，埃尔多安色货安哥那出门不捡就算丢的手的，他能说就是真正站在谁的立场？不可能。你看见了没？就在此时此刻关键时刻，大家都脚打后脑勺的时候，人说了，
我要 F-35。哎，直接找事儿，什么事儿呢？出动无人机，对着伊拉克首都叮当456直接开干，精准斩首几名高级的军官呢。然后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家人们，埃尔多安立马就表示是为了干死库尔德武装才这么干的。但是伊拉克那可不买账啊，掏出来防空导弹，叮当456直接干了土耳其的这个无人机，厉害不？伊拉克猛干呢，这2天是。对吧？那么问题来了，这次伊拉克击落土耳其无人机有什么严重后果？第6个话题，兄弟们，今天话题多不多啊？没关系，中午讲吧，晚上给你们讲啊。以色列突然之间对法塔赫下手了，这事昨天晚上我提过一嘴，多损呢！突然间没有一丝丝防备，没有一丝丝征兆，直接叮当456干了约旦河西岸，炸死老多平民了，法塔赫都急眼了。直接对法塔赫下手，约旦河西岸现在以军大规模进攻，加沙干不过干约旦河西岸，是的可软的捏呀，上百人死伤啊！但问题是，以色列屠杀约旦河西岸是想干什么？想表达什么东西？你得有个目的吧，对不对，家人们？好，今天咱们一个个来说啊，怎么说呢？今天可全部都是大事儿，咱是照例先说哪儿呢？先说中东的事儿，朋友们。昨天老铁们，美军的战斗机在中东叮当456不是干了吗？美军2个战斗机出去了，一个被干死了，就叫那个 A10嘛，啊，直接被干了，它是个攻击机，直接被干死了。F-16撒丫子跑了，对不对？这个事儿我昨天晚上讲了，我就不重复了，不赘述了，大家应该也都关注了，对不对啊？我是万没想到，这种已经实锤了的事儿，居然还有不少人在质疑我。那质疑我就不高兴了，说什么被击落的战斗机不是美军的，而是什么叙利亚的或者什么伊朗的无人机，所以说美军才没放出要报复的消息。怎么说呢，朋友们？就网上能说出这种话的人，那可真是有点奇葩了。从这次战斗机在戴尔祖尔省坠毁，直到现在公布的信息都没有多少，你们不知道是为啥吗？昨天我说了这个事儿，到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全世界感谢顺风顺水啊，全世界多少80%媒体全是美西方掌控，他们掌控的呀，他们就不让报啊，所以说我们很多细节都不知道，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开头，就能看到个题目，对不对？说白了就是美国把信息给封锁了，所以咱就是说，如果这是什么叙利亚的，包括什么伊朗的飞机被干了，美国人犯得着帮他们去封锁消息吗？很显然没有啊。对吧？就稍微分析一下逻辑，大家也能明白。就这次的事儿，那100%是美国自己出问题了，知道吧？而且目前呢，我这边搜集到的最新消息啊，这次坠毁的飞机很有可能它不是一架。昨天我讲的是一架，然后我再去看别的信息啊，我再分析不是一架，而是2架。有人说啥意思呢？还有一架是美军的 F-35战斗机，你们敢想吗？就一架是美军 F-35战斗机，另外一架是美军的无人机。当然这个消息目前没确定的啊，小道消息来的。但是朋友们，对于叙利亚这个地方来说，就算你真的把 F-35给干了，我觉得也不是什么特别意外的事儿。总之这个消息到现在没公布，但是美军这次倒了个血霉了，这一点兄弟们，苏苏南人格担保肯定的啊，倒血霉了。为啥这么肯定呢，朋友们？因为昨天中东这个地方啊，连续发生了好几件大事儿，足以说明美国人已经急不可待了，疯了，急疯了。首先是第一件事儿啊，昨天上午的时候，美军战斗机刚从叙利亚戴尔祖尔直接叮当456不是坠毁了吗？不被干了吗？好家伙了，身在中东的美国的最高级别的将领啊，咱们昨天说了吗？美军参联会主席小布朗直接就萎了。之前天天喊要让什么美军对什么伊朗发起进攻啊，什么2个航母围你，3航母围你，叮当456军舰干过来，大黑鱼美军海上什么作战力量1/3力量，这下也不进攻了，反而是直接亲自啊，老铁们亲自去找了哈马斯老大，直接通话了，干啥呢？求着哈马斯说，爹呀，你不是大爷呀，你停火吧。是不是？说到这儿，肯定有老铁就会说了，说这个部长的脑子是不是有泡啊？他让哈马斯停火有啥用啊？那以色列他也不能同意呀，你爹都不同意，凭啥你让你大爷同意啊？对不对？哎，如果家人们你们要这么想的话，你们就错了，
因为这次美军参联会主席还真把这个事给搞成了。有知道的不？你们没听错，我也没说错，兄弟们。昨天晚上新华社参考消息这些一众媒体同时报道，说什么？说哈马斯发言人宣布了，哈马斯同意了，而且是同意在加沙地带一停火就是7天呢。但是有理由，人说我不是说我怕什么以色列或者怎么着我停的火，不是，我要开展几辉疫苗的接种。而以色列这边呢，虽然没有直接表态，但是你们就看这次以色列肯定也得同意停火，我估摸就是3-5天停火就得开始了，但是停多长时间说不准。有人说了，苏啊，停多长时间？看看以色列什么时候能接到补给，打没了，家人们。黎巴嫩真主党叮当456一顿大电炮的小呲花，大辣条的小辣片，一顿给他干，槽子没了都，血条空了，没法打了。老铁们，咱再说了，加沙地带几辉岩怎么来的？有没有人知道的？咱也没有什么证据，但是怎么来的？你们给我知道的给我扣波1，知道可以把答案给我扣屏上，对不对？我说了，但凡开第3场，要不就现代化战争，要不就生物战，你们就自己想就明白了，知道吧？要不了3-5天停火马上开始。然后有老铁就纳闷说，到底什么情况？两边人马叮当456干的好好的，如火如荼的，这怎么说停就停了呢？而且哈马斯前天的时候不还威胁吗？要对以色列重新发起自杀式袭击吗？不要干吗？他咋突然就停？就是这个答应停火，真是为了接种疫苗吗？还有那个以色列的好不容易把美国逼到要下场的地步了，怎么这个时间能停火呢？太不可思议了，对吧？这些问题，家人们，咱们一个个来给你们回答，好吧？没有加粉丝团，咱们加波粉丝团。首先是为啥哈马斯突然之间宣布要答应停火？这个事儿说出来也真是挺离谱的，叫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对不对？昨天美军战斗前脚爆发，后脚美军参联会主席直接找上哈马斯，说想停火一段时间，缓和一下局势，而且还告诉哈马斯说，现在美军战斗机被炸，如果局势再不降温，那中东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要是但凡打起来，加沙跟哈马斯那是第一大炮灰啊！结果哈马斯老大辛瓦尔听完这话怒了，说你搁这威胁谁呢？你拿谁当山东大李逵呢？你真当我是厦大的是不是啊？中东大战爆发怎么的？你信不信我直接拉着你美军一起死？美军参联会主席部长一听这话，当时眼睛一抹黑呀！哎呦我去呀，这是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为啥？这哥们好歹是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放平常一个哈马斯老大，你都不配跟他讲话，懂我的意思吗？现在好了，他不但要求着哈马斯跪地梆磕头，而且还得被训，被训完你还得听着，你还不能生气，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可气啊？但是生气兄弟们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现在美军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知道不？所以说即便是哈马斯老大说话一点都不跟你客气，这美军参联会主席小布朗，我告诉你这也得忍着，有气你得憋着。说你答应停火，以色列这边我搞定，停火期间呢，我们美国再给你送点粮送点淡水资源呢。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不答应你就别怪我翻脸了。当时小布朗的心情，我跟你说起起伏伏，上蹿下跳。本来吧，哈马斯老大一听，那挺好的呀。有粮有水的，已经有点心动了。毕竟哈马斯的战士还能凑合，但是加沙难民那么多，老铁们，你们去看看看看好几个就是那种号，那个号里面专门发那个现在在伊朗包括在什么加沙呀还有约旦河西岸那些难民，天天嗷嗷哭，天天亲人去世，老惨的了。所以说这个当老大的，你肯定为了民众着想说我们当兵的可以凑合，那民众饿的都不行了，都皮包骨了那狗都饿的都那样了，那狗对吧？至于淡水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辛瓦尔转头一想说，哎呦我的妈呀，说现在你求我们办事你就这态度，你就这诚意吗？你这不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吗？要么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就是永久停火，你让你爹给我撤军，要么这事儿别谈了，这些东西我们自己打回来，是不是而就这么一句话说完，好嘛，兄弟们，当天下午加沙这边直接出事了，几百万难民突然之间
发生一大堆生病的，吓人不？然后以色列还趁机对加沙难民营发起了几次轰炸，最后直接把最后一点淡水资源给直接炸没了，吓人吧？而且这都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什么呢？这次以色列老铁们，就像我说了，背水一战呢。这次以色列还对着联合国发放物资的车队叮当456一顿干，导致联合国工作人员又死了好几个。然后离谱他妈又给离谱开门了。联合国这次不但没有去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反而是直接宣布说要停止在加沙分发物资的行为，也就这么一下，直接就把加沙给逼到绝路上了。那你说哈马斯老大辛瓦尔，他就是想的再多，他也想不到这个以色列和美国能这么整啊，投毒啊，老铁们，又是投毒，又是对这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这个人员下手。你要真这么整，那加沙这次光饿死病死的都得一大堆。所以说也就因为这，哈马斯老大实在没招了，只能就是答应了停火1周左右时间。那么哈马斯咱说完了，大家肯定就要问了，说哈马斯这边同意了，我不信以色列那边能同意，他凭啥同啊？对不对？这次一旦停火了，美国的什么时候才能下场啊？怎么说呢？这个顾虑是对的。这次美军战斗机直接被导弹叮当456给干了，太严重了。我跟你讲兄弟们，昨天晚上我也讲了，如果这个事儿处理不好的话，那美军就是必须得下场。为什么这个信息家人们你们没看见？被捂住了，被摁住了，所有的信息传不出来。这件事处理不好，美军直接下场，知道吧？但是如果说这件事对于中东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千载难逢啊，兄弟们，是个好机会啊。但是这以色列他真就不得不同意了，知道吧？这次为什么呢？原因我昨天其实已经说过了，这次美军的战斗机在叙利亚被干了，被干爆了，以色列他脱不了干系。昨天我说了，当时俄罗斯都造蒙圈了，俄罗斯说我没说呀，是伊朗干的，伊朗说我也没干呢。那你说叙利亚咋的了？政府军这么猛吗？现在叙利亚说我也没干呢，谁干的家人们？美国的轰炸机包括战斗机直接在中东坠毁，谁干的？你们明白的给我扣波明白，明白扣波明白，老铁们，对不对？我已经说过了，我说美国战斗机在叙利亚被干这个事儿，跟以色列那是一点关系都脱不开的啊！对，我在阳澄湖呢啊，尤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更是要全权负责。如果说内塔尼亚胡非得来硬的，朋友们，那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选择是什么？说白了，就是直接把内塔尼亚胡给弄死，然后换一个新的以色列总理上台，美国绝对能干出来这个事儿。就是那谁呢？有人说那个是不是国防部长加兰特？他可能吗？很有可能吗？所以说你们就想啊，在原本就理亏的情况之下，内塔尼亚胡他能怎么办？对不对？肯定是先同意美国的提议，让巴以进入一个短暂的停火。而且这次停火1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什么事呢？老铁们，我告诉你，前2天我们讲了，美军的杜鲁门号航母从美国出发了，美国本土出发了，他要赶到中东，最起码10天左右的时间，知道吗？所以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美国人已经告诉以色列，你消停点，你别嘚瑟，别闹事儿，你先把停火1周这个协议你给我答应了，然后等我杜鲁门号航母到位了，我们首先帮你，再给你补给。你现在自己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你国内防空武器你还剩多少你自己不知道吗？对不对？另外兄弟们，我再告诉你们一点，就是我在网上讲过，中午有没有新朋友给我扣波1？我跟你们说一点啊，就是你们一定要清楚这个逻辑。美国不管几个航母，不管多少人，不管多少个核潜艇干到中东，兄弟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你别觉得说美国多少东西去了，那美国就占优势的，他去的越多，老铁们，他的后勤补给的压力就越大。为什么说现在2艘就是这个航母在那个一个林肯号啊，一个是罗斯福号航母，对吧？2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为啥还要去3艘航母啊？兄弟们，2艘航母战斗打击群带的人是多少？将近4到5千人，对不对？还有一个大黑鱼在水底下猫着呢，还有美国1/3的海军力量直接干到中东了呢。
我就问你，这些人后勤补给，叮当456这些枪啊、炮啊、武器啊，都怎么办？为什么3艘航母再干过去？我就请问你，老铁们，美国一共11艘航母，5艘航母干过去了，另外5艘修着呢。如果需要后勤补给，你怎么整？你空投吗？你一个老铁们，咱就说了啊，你一个美国的运输机，你能装多少东西？所以说，老铁们，你记住，美国在中东投入越大，它的后勤补给压力就越宽。为什么今天也门胡塞武装说放开红海？老铁们，这都是计谋。你听我给你讲，你就明白了，好不好？所以现在老铁们，人美国说了，也不管那些事儿，先让他爹消停消停，说你别闹事儿了，把停火1周这个协议你给我答应了，我杜鲁门号到了。就你甭管说初一15的，你先把眼前渡过去。你现在没弹没炮没枪没子弹的，你打什么打呀？我们得帮你，我们得有力量啊。所以不管是伊朗还是黎巴嫩还是也门，人美国说了，给那个谁，那个胡塞不是胡塞那个小胡子画饼，说你等着。等这个我的杜鲁门号到了，我撒航母，我把伊朗、把黎巴嫩、也门我都给你弄死。也就只有这个理由，才能让以色列放弃对加沙继续动手，答应这次的停火协议。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而且老铁们，以色列为什么对加沙动手啊？黎巴嫩那边实在打不过了，知道不？前2天黎巴嫩对着以色列境内叮当456干了320枚火箭弹，包括100多架无人机。你知道以色列怎么干的吗？以色列100多个这个导弹过去了，专挑黎巴嫩真主党那边南部地区一个空地炸的，连准心都没有，他没办法了，打不过又得长脸，怎么办？柿子可软的捏。我跟你说，这句话非常精准形容了现在的以色列。同意我这个观点，兄弟们给我扣波同意，对不对？那么说到这儿，老铁们，你们以为巴以要进入1周停火就已经够狠的了，对不对？刚才我说了，今天还有个更恶的消息，更炸裂的消息。这边哈马斯刚同意停火1周，另外一边朋友们，也门胡塞武装紧跟着也讲话了，说胡塞武装也同意休战。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事儿老铁们，这个够狠的了，说也同意了。为什么同意呢？相当炸裂，说你们就是这个也门这边要停火，不打了。当时我看完这个消息，我整个人我都懵了，我就寻思这个也门咋也停火了呢？不会是被美国人给威逼利诱给屈服了吧？然后我一查，好家伙了，虚惊一场，知道不？虚惊一场。这也门胡塞武装可是从来没让人失望。也门为啥停火啊，老铁们？为什么你知道不？说白了，还是因为之前什么事儿呢？也门暴力出手击沉的那艘叫苏尼翁号的游轮，记不记得？28号的时候，英国派出去了2艘军舰，想要过去救火，想要过去拖船。结果胡塞大哥一看，小英子你真给脸不要啊，对不对？你真是狂到没边了，老美的船都不敢来，你凭啥敢来呀？咋的？你脑袋比人硬啊？你脑瓜子挖出来比人多2两啊？对不对？那行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得敲打你，让你知道胡塞你社会也门大哥是谁，对不对？说完之后，这个也门叮当456对着英国的2艘过来援助的船一顿猛干，差点就把英国军舰直接给你打少奇地震敬礼了。最后还是英国人直接叭投降了，直接说大哥我错了，叭跪地夸夸夸一顿磕。也门这才放过他一马，知道吧？本来人也门胡塞武装都已经准备好了，在岸边看着这艘巨型的游轮在海上继续燃烧，烧死你。结果就在昨天，美军的战机在叙利亚直接被干的同时，突然之间3枚导弹齐刷刷就是飞出来了，然后叮当456 3下叮当456 3下，反正就是3下，直接把这个游轮给炸出来3个大窟窿。而且老铁们，这次那叫一个精准，直接给你干冒烟了，鼓鼓冒黑烟。炸完之后，我跟你说就紧接着被导弹击中3个大窟窿，咕咚在红海里面撒石油都漏油了。就这么一刹那的功夫，整个一片海域全让油给污染了。当时也门这边也蒙圈了，吓死了，正准备喊话要追究谁发射的3枚导弹，美国人一个电话干过来了，说这么的，哥们儿别干了，咱赶紧签一个停火协议，你别在红海动手了，要不然我跟你说，等船上的10几万吨的石油你全都撒红海，我到时候我跟你说有你好受的。你家近呢，
对吧？如果你停火，这个油轮我立马就拖走，我帮你把海洋的这个污染给你处理好。如果你不相信我 ，OK 呀，只要你觉得不对劲儿，随时都可以对美军发起轰炸。你说美军都讲道理讲到这份上了，也门胡塞武装他能不同意吗？他肯定同意啊，毕竟你让他处理这个石油，他处理不了啊，也门处理不了这事儿啊。所以说胡塞武装当时假装嘛的就答应了啊，红海那修吧，那咱没办法了，我下手够狠的，我也没把石油给打漏了呀。啊，本来按这个节奏啊，老铁们，美国他是真要凭一己之力把中东突然间啊，就是因为美军战斗机击落这个事儿而出现的紧张气氛给平息了。为什么美国要做这两件事呢？第一个在加沙投毒，第二个在也门胡塞武装那个红海那个区域自己把自己的油轮给干爆了。为什么？因为老铁们还是这句话，美国战斗机在中东这个地界直接叮当搜流被人给干了，压力太大，后话太大，把柄太大。如果处理不好，美国要下场，美国不想下场怎么办？转移矛盾，熟悉的汤熟悉的药，对不对？所以老铁们啊，偏偏就是有一个愣头青，谁呢？没出现，这么好的局面没出现，因为有愣头青出现了，半路杀出程咬金。谁是程咬金？老铁们，你看我这个汗是吧？谁是程咬金呢？黎巴嫩真主党。哎呀，我去，这哥们儿老猛了，那是接替也门胡塞武装的。还有谁呢？伊拉克民兵。这俩哥们儿一瞅，哎呦啊，这咋个事儿啊？这哈马斯还有也门胡塞武装，这我大哥二哥的怎么突然间答应停火了呢？是不是？这俩哥们呢眼必心横啊，说去边打呀，老美，老子不管那么多，我就要趁你命，趁你病要你命。你美军不是天天给我装弹吗？今天我就告诉你，我给你拿捏了，我给你个实战的机会。说完之后啊，这个黎巴嫩转头对着叙利亚境内的2个美军偷油站，直接猛干，直接一顿炸。而伊拉克民兵呢，他更狠了，你知道吧？前2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伊朗拥有的核武器之后，连夜从欧洲调配了什么呢？家人们，你们没听错啊！我告诉你，前2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伊朗拥核之后，连夜从欧洲直接干过去一架 B-1B 轰炸机，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记得，对吧？这次伊拉克民兵紧接着盯上这玩意儿了，伊拉克民兵盯上 B-1B， 你敢相信吗？就要把这个美国的战略核轰炸机啊，家人们，给炸了。而且这哥们是真敢说，也真敢干呢，朋友们。虽然说美军把这个 B-1B 停在哪儿呢？停在卡塔尔了，卡塔尔相对比较安全的，对吧？但是呢，这可难不着这个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啊！我知道我这个直播间有我的朋友，我朋友前2天还要去卡塔尔旅游呢，我说你可千万别去了，那中东不太平，是吧？就那么一声令下的事儿，一队早就潜伏在卡塔尔的特工直接出击，奔着停放在美军那个 B-1B 的机场直接挠一下干过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与此同时啊，伊拉克民兵丝毫不客气，朋友们心说我连美国人我都干了，我不干以色列能行吗？必须猛干呢。说完之后，伊拉克民兵直接发飙，对着以色列本土啊3个炼油厂，你们没听错，伊拉克民兵干以色列的具体的策划已经出来了，计划啊已经干完了，对着以色列本土3个炼油厂啊，还有2个淡水转化厂，哭一顿炸，直接导致以色列多个目标发生强烈的爆炸。说实话，就这次伊拉克这个行动，我都准备好了，我都准备好8+1，包括那个大闸蟹，我都准备好。我说我得看呢。我得看咋干的，这个美军 B-1B 咋被炸的，这是大事儿啊！这件事如果发生了，那就摁不住了，谁都摁不住了。结果兄弟们，我万没想到啊，土耳其这个二五仔背后搞了一个背刺，半路又杀出来个程咬金，怎么回事呢？看着美国人身陷囹圄了吗？身陷险境了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直接就站出来讲话了，说老美啊，那个你站着吧。我看你挺难的，兄弟啊！你这同是北约人，是不是？我也帮你。我怎么帮呢？你真的，你把那个 F-35啊，你卖我，然后我就立马出手，我就立马帮你。美国人说你咋帮啊？你不是天天喊要支持巴勒斯坦吗？埃尔多安一听这话啊，当时就乐屁了，说这都是生意场上的，都是兄弟，你懂啊，对不对？这你也信吗？然后再次开口说，你再给我贷点款。行吧，我现在没钱
但我想买，没钱怎么办呢？你贷点款，我用贷的款，我买你的 F35，老子金牌打手，现在马上就动身，直接给你处理你中东这点事儿。而美国人，你说他有的选吗？所以当时美国屁颠也就答应了，说行行行啊，你咋说都行，你真的吧，你只要你能救我，你都是我爹，行不行？那么说到这儿，美国和土耳其就达成合作了，对不对？我的个妈，土耳其那真是哈士奇，真的，咱一点不夸张。但是这埃尔多安确实有手段，咱该说不说，我挺佩服他的。这边伊拉克民兵马上都要指挥特工动手了，炸了美军的 B-1B 战略轰炸机了。结果兄弟们，关键时刻啊，土耳其几架无人机直接从伊斯坦布尔起飞，一路猛干，干到伊拉克的首都，紧接着咣2枚导弹直接把伊拉克反美武装指挥部给炸了。你们没听错，土耳其炸的。这一没了指挥部，老铁们，袭击 B-1B 那帮人当时就傻眼了啊！当时傻眼嘛，一会儿就上大线啊！你们先听我讲完的。被迫直接取消任务，撤回去了。那说到这儿，老铁们，你们以为就完了吗？错了，伊拉克反美武装可不是2个月前的样了，现在大哥亲自支持啊！老铁们，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可不是原来的黑土、原来的白月、原来的你大爷和你大娘了，不是了，人家现在有大哥，有牌面，背后有大树，咱好乘凉，那今非昔比。就像这次啊，埃尔多安搞了一次偷袭之后，伊拉克反美武装老大当时叭拍桌子就怒了，说你这王八蛋土耳其啊，我早知道你天天在我们边境打你们库尔德的武装分子了，表面上你帮的是巴勒斯坦，实际上你要抢地盘啊，我给你点脸，我没跟你计较，你今天你突然间跑到我伊拉克首都搞事，你真拿豆包不当干粮啊，是不是？你真是拿老子就肯定能放过你，我坚决不饶。美军标臂逃过一劫，那就拿你土耳其的无人战机你来抵命吧，直接告这个土耳其了。说完之后，老铁们啊，伊拉克民兵真是那叫个菜儿啊！先是掏出来 S-300防空导弹，紧接着呢，老铁们又掏出来一个叫铠甲 S-1防空导弹，对着土耳其的无人机就是哭一顿猛干，最后不出意外，直接打爆土耳其有一架叫察打一体无人机。哎，怎么说呢？虽然说这次啊，哈马斯同意停火了，对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呢，也里里外外的好像是同意停火了。但是你们就看，有伊拉克反美武装，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这次美国想要把中东这个局势给摁死，完全扯淡。而且咱怎么说呀，朋友们？就算现在美国人想认怂，我就问你，以色列敢同意不？他同意他就必死，以色列不死，以色列灭国灭不了。我就跟你们说，可能是好多人中午第一次刷到我直播间，好多人说啊，以色列要灭国了。我告诉你，苏就在这跟你们讲，以色列灭不了国啊，肯定有人去保他。但是老铁们，内塔尼亚胡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说我不干了，他必死无疑。另外，老铁们，咱们再分析，也门胡塞武装除了说要这个，哎妈，感谢肖兵啊！除了要处理这个红海当时泄露的那个10几万吨的那个油之外，还有什么一个目的？他只有同意停火，美国的2艘战斗航母打击群才赶进红海。现在2个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依然没进红海，就在红海旁边啊，就那个阿拉伯海那个地方待着呢，干啥呀？不敢，因为什么？进了必废，进了必被干。现在也门说了，我停火。美国为什么整个10几万吨？你们以为那个3个导弹真是也门胡塞武装发的吗？也门胡塞武装当时都蒙圈了，说我没发这个导弹呢，我这没咋地呀，是不是啊？结果爆了，结果往那个大海里苦流石油。我就问你，这是谁干的？如果不这么干的话，美国拿什么借口，拿什么底牌去跟也门胡塞武装谈，说让你停火？对不对？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没有这个能力处理海上这个石油，海上漏石油这事还非常严重的影响整个海洋的环境，对不对？家人们，就像小本子排那个啥是一样的道理啊！现在整的弄得我们海鲜都不敢吃了，对不对，家人们？所以说，老铁们啊，就是现在美国的航母想要进红海，必须让也门胡塞武装直接就得停火。好了，现在油也漏了，老铁们，对不对？油也漏了。啊，然后OK， 油也漏了啊，然后美国也说了，也门也停火了。我估摸家人们啊，再过5天的时间，美国的杜鲁门号航母马上要到红海的节骨眼儿。这俩航母，一个是福特号，不是福特号，一个是那个罗斯福号，还有个是林肯号，就得37456往红海蹭一蹭了。
我告诉你啊，所以说现在你看美国人如此雷厉风行，一切顺利，对吧？那胡塞武装还能少作妖一下，但是呢，如果美国人他到处碰壁，你说这个胡塞武装搞点事儿吗？对不对？能不能把这个停火协议被迫又给开启了呢？就像这次朋友们啊，以色列是又对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叮当46发起猛干。家人们，你知道约旦河西岸这个法塔赫啊，一直是美国，包括谁呀？这开了吗？开了，没开。好，一直是美国，对不对？现在是以色列法塔赫的这个约旦河西岸法塔赫的地盘直接被干了。你说以色列占哈马斯可以找个理由，对不对？说什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偷袭了，但是兄弟们，咱就说了，你炸法塔赫，你有啥理由啊？对吧，家人们？结果呢，这次以色列啊，突然把法塔赫地区直接给干了，100来个人死亡啊！除了出动地面部队之外啊，还有什么装甲车呀，包括什么直升，没声音了，还有声音吗，家人们？你听一听来，有声音吗？有啊，老铁们接着说啊，除了派什么地面部队呀，包括什么无人机呀、装甲车呀，最后以极快的速度推平3个村，朋友们，3个村，2个难民营。现在以色列公布的最新消息是什么呢？打死了11个人，但实际上这个死亡人数翻个100倍、10倍都不止。你们同意不？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人就问了，说这个以色列到底要干啥？前脚跟哈马斯签了这个停火协议，在加沙要停火7天，让哈马斯什么接种疫苗，后脚直接对法塔赫叮当456，难道以色列疯了吗？怎么说，兄弟们？中东这个局势看似前台是以色列跟伊朗的大战，后面我告诉你是东方大国和美国的博弈。同意我这个观点，扣波同意。想知道后续的，请听下回分解，好不好，老铁们？好。为什么呢？今天苏苏来到哪儿了？家人们，你们可以看到啊，后面就是阳澄湖，对不对？今天老铁们，咱们都知道，我们来到这儿就是要干一件事儿，阳澄